另外一边。好，谢谢。Timmy，你跑去哪里？你不是想拿上庭作证吗？害得我们跑来跑去的，浪费时间。这么大声干嘛？吓到女儿了？是不是你教他的啊？你以为不给他上庭作证就不能够推翻我爸的遗嘱是吧？你不要乱讲。刚才找不到 Kimi， 我也很担心。你为了钱有什么做不出来？你在说你自己吗？明明是我们大人的事，为什么偏要把女儿扯进来？她还小，什么都不懂。够了！你们可以不要在小孩子面前吵架吗？至少维持一下你们身为父母的尊严还有形象。你们坐下来好吗？Kimi，把你刚才告诉我的再说多一遍。不用怕，把事实说出来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我说了骗话。什么骗话？是不是你又教他做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什么都推到我身上。女儿，你没份吗？带她来这里的是你，叫她上庭的也是你。不好意思，没事啦。你说你听到爹地妈咪要离婚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到小米的处境啦？你是不是要他的朋友取消他父母离婚？是不是要我们亲戚朋友看我们的笑话？我就是为了 Kimi 才坚持要离婚。如果他继续看着我跟洪生吵架，他只会更痛苦。他现在已经越来越沉默，我真的不想看到他变得自闭。我不管，我不准你们离婚，除非我死了。我有件事想和你谈一下。来，你去给表叔公拿饮料。你别个表叔我直接，你跟慧心是不是离婚了？还没有啦，不过差不多了。那你可要想清楚，如果离婚的话，会很麻烦，你随时都会吃亏的。为什么？我是你爸的遗嘱执行人，你知不知道他在遗嘱里清楚地写明，把药材店分给你和慧心一人一半。可是如果我们离婚的话，药材店还要分他一半啊？就是这一点难搞，因为遗嘱里根本没有提到，如果你们离婚的话会怎么样。当然不可以分给他了。药材店是我们家族生意啊，离婚后他就不是张家的人了，凭什么拿我们张家的财产？你爸是一个既传统又爱面子的人，应该不希望把遗产分给外人。会不会是我爸还来不及改遗嘱啊？也有这个可能。那怎么办啊？哦，我曾经在报章上看过一则新闻，有一个老人，他原本的遗嘱是把全部的财产留给他的儿子，不过之后法庭推翻了这份遗嘱，因为这个老人在临死之前发现他的儿子欺骗了他，曾经跟亲戚说过不想把遗产留给这个孩子了。之后，这个亲戚就以这番话在法庭上供证，就这样把遗嘱给推翻了。那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可以证明我爸生前说过，离婚的话，遗产就不会分给慧心，那我们就不用遵守他的遗嘱了。理论是这样，不过你说，如果真的能够找到这样的一个人，那慧心会不会为了药材店而不再闹离婚？妈咪，你在看什么？妈咪在看有没有其他的工作，你不是在药材店里工作吗？可能有其他的工作更适合，可以赚更多钱。妈咪，你是不是没有钱了？怎么会呢？你看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变，不用担心。药材店是不是对你很重要？当然，那是阿公的心血。
现在阿公走了，你还会要药材店吗？当然要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快点吃。我不想要爹地妈咪离婚，我以为只要说他们离了婚，阿公就不会分一半的店给妈咪，妈咪就不会要离婚了。这样子你都想得到，还说谎骗我们？你岂能变成这么坏蛋的？我不是故意的。你知道这后果有多严重吗？上法庭不是闹着玩的，随时都会坐牢的，你知道吗？对不起。不要怕，没事。你瞒他做什么？如果不是你执着那些遗产，都不会搞成这样。是你先要离婚的，离婚后还凭什么要我们张家的遗产啊？如果你们要继续吵的话，就请离开这里。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把小孩子牵扯进来。你知道要跟小孩子出庭作证，他压力有多大吗？如果你不想影响孩子，就不要在他面前吵架。Kimi， 你是不是因为害怕，所以不敢去法庭啊？我不懂要怎么讲。我说谎的话，妈咪就没有了钱；我不说谎的话，爹地就会生气。小孩子的是非观念是由大人还有环境所造成的，尤其是父母。你们硬要他选一边站队，你说他要选谁？他想去海边，那个你们常常一家人一起去的海边，因为他知道以后没什么机会去了。你们以为他很小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但其实他什么都懂。如果你们同意的话，我会申请取消法庭的排期。离婚和遗嘱的问题，我们私下再谈。可以的话，尽量庭外和解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哎，是你啊？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临时开会来迟了。对了，那表链1000块对吗？我马上转账给你。哎，已经卖出去了。你开玩笑吧？哎，我不是叫你把那表链留给我的吗？刚才有一个男人来找同样的表链，他出2000块，哎，我有理由不卖给他吗？而且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来。哎，下午在电话说我会来，我就一定会来的。你刚才说什么2000块？是啊，说是要送给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，求我一定要让给他。哎，说到七情上面的，当下就拿了现金给我。哎，这样吧，麻烦你再帮我找一条，找到的话一定要留给我，我付你比原价高出2倍。哦，这我不能肯定啊。你也知道这是限量版的，货源有限。如果你要的话，只能继续等了。Come in。来，桃胶糖水。谢谢 Daddy。来坐吧。好。今天你怎么那么迟回来啊？今天我去了一趟钟表店，只是吃了一波，原本找到的表链，却已经没有了。我的表链。是啊，今天下午，店主打电话给我说找到了，我交代他要留给我。下班前临时开了一个会议，等我赶到的时候，他说表链已经卖给别人了。那店主怎么可以那么不守信用啊？没办法，人家出价2000块啊，店主当然卖给他了。2000块这么多？是啊，原价的1倍啊！当时我听到也难以置信，不过店主告诉我，那个男人苦苦求他卖给他，说什么要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所以这碗糖水是来补偿我的。想不到给你看穿了，这拿你没办法。可是，一碗糖水也太便宜你了吧？应该要至少1个月的糖水。OK， 你说的啊，我是没有问题的，不要到时候发胖了，坏爹地害你没人追哦。哎呀，我天生丽质，又你跟妈咪吃不胖的基因，我才不怕。哦，好，厨房还有，
我再去拿。先喝完这一碗嘛。你要吗？不用了。我只是问问而已。你。Come in。最幸福的来去 rose cake， 请你吃。不是献殷勤，有话就说吧。Kimi 的案子怎样啦？两夫妻和解，撤销诉讼，双方同意出售药材店，店铺卖出的钱会纳入女儿的信托户口，等到她25岁之后就可以合法拥有。另外，父母同意共享女儿监护权 ，case close。所以最后还是分开啦。拜托，我们是律师，不是爱神丘比特。他们的婚姻爱情不在我们的工作范围内。况且，他们的感情破裂已经是事实了，这是最好的结果。我知道，我只是心疼 Kimi， 她还那么小。你是觉得 Kimi 跟你同病相怜吧？不过至少他的父母愿意坐下来好好谈，愿意为了 Kimi 做出妥协。比你的情况好多了。哎呀，你的父母也是很疼爱你的啊，只是表达方式比较不一样。你妈虽然是个控制狂，但是她也是因为紧张你。还有你爸，他对你不错啊。我爸这几年我跟他见面的次数，5根手指算得完。他不肯见你啊？也不是，就没有特地约出来见面啊，偶尔发一些简单的简讯问候而已。我从澳大利亚回来那么久，我只是在餐厅偶遇他1次。那你应该主动一点啊，他不找你，你可以约他。不要啦，我的身份那么尴尬，他已经有新家庭了。有什么好尴尬的？你跟你爸之间的关系，不管怎么样都不会改变的。你是他的 firstborn child， 不管将来他有多少个孩子，你的身份永远都是不可取代的。真的？你看，就像我跟我爹地一样，他每次都会说我是他的唯一，还把我当成小公主。知道啦，幸福的小公主。既然你已经那么幸福了，那这点幸福我就拿给别人啊。哎，幸福是不会有人嫌多的。哎，为什么不直接进去找我啊？没有，我刚好路过，然后有一些东西给你了，没什么重要的事情。这个哪里找到的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有一个朋友专修手表的，我上次把照片传给他，他就帮我找到了。真的，这个很难找的。对啊，很难找的。但是我呢，朋友满天下，各行各业都有，一条表链简单的不得了。人家出价2000块啊，说什么要送给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 500。500？你确定？你不是嫌贵吧？哎，这是真货来的。我转给你。sorry。哎，你的表链修好了。你怎么知道我的表链坏了？肯定是小杰。我看你每天都戴这个手表，应该很喜欢吧？你都注意到了。你的手表很精致，手链应该不便宜吧？是限量版，很难找的。那你是怎么找到的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
什么事啊？进我的办公室吧，我有个 case 要你跟进。好。坐吧。你要我跟进什么 case 啊？其实有件事我想问问你的看法。什么事啊？如果有一个男人，他知道你的手表链坏了，主动帮你买新的，可是那个男人跟你只是同事，严格来说，应该算是朋友，反正就是介于同事和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你觉得正常吗？正常啊。可是这个手表链是限量版，很难买的，可能要花很长的时间到处去问，还要跟人家抢购才能买得到。这样你也会这么做？如果我跟他关系很好的话，没问题啊。如果手表链是2000块，他却收你500，这样还正常？除非那个人很有钱哦。那个人啊，平时很小气的，贪小便宜又吝啬，我不觉得他有钱。看来原因只有一个，他喜欢你。就是怕听到这个答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喜欢你，可是你不喜欢他？我才不会喜欢他。不是我们在讨论一个 case。哦。如果，我是说如果，那个当事人不喜欢这个男人，他应该怎么做？拒绝他。怎么拒绝啊？如果有了男朋友，他就会知难而退了吧？如果没有男朋友呢？找人假扮咯。这种桥段你也想得出来啊？算了，没事了，你可以出去。哦。你很早就到了。是啊，我早点到，先下单点菜，叫你去不等太久啊。这是一些零食小吃，给John和 Edmund 的。谢谢。你看我也真是的，都没有买什么东西给你。没关系。你说你没有来过这里，我就点了几道菜。这里的 green curry 很好吃的，你一定要试试看。很多人都喜欢来这里吃的。来，试试看。还可以吧？嗯，它的椰浆味很浓。对啊 ，green curry 的特色就是椰浆味很浓郁的。我们都很喜欢来这里吃的。来，吃点菜。谢谢爸。你回新加坡都有一段时间了，一切都习惯了吧？我是这里长大的，还是觉得这里比较亲切。那工作方面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？还好。你呢？你还在以前那家公司工作吗？我还可以去哪里呢？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，跳槽啊！再说，家里2个小朋友年纪那么小，我还要继续工作的。他们已经上中学了吧John 有15了，Edmund 都有13了。2个性格都不一样。女的呢，读书还可以，特别是数学；男的呢，体育健将，什么运动他都行啊。一个动了，一个静了。不过在家里还是时常吵架，还好，很快就会和好了。我想兄弟姐妹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吧。
来。Daddy， Hello， 阿姨，嗨，吃好啦？我还想着你们还没好，就带他们在附近先走走。时间刚刚好。还不叫人？谢谢。姐姐，哎，反正时间还早，不如我们去骑脚车吧。我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到东海岸骑脚车的。不要吧，又晒又热。我今天早上才上游泳课，很累啊。今天周末啊，你们在家不是一直喊闷吗？可是我要去看电影。我也想看电影，我想吃popcorn。不如这样，先骑脚车，再看电影 ，OK？ 不过等一下看电影的时候，我要大份的popcorn。No problem。爸，我忘了，我还有工作需要回公司，不跟你们去了。你们玩得开心点。周末还要上班。没办法，开庭前有paperwork要做。工作要紧，那我们下次再约。那好吧，路上小心。拜拜，我们走吧。这么 emo 啊？应该不是工作问题，那肯定是为了男人。老男人还差不多。又是老男人。什么又是？我就一个老男人。我爸。上次你说约他见面，看来你们见面的结果不是很理想。他完全不记得我不喜欢吃椰浆，帮我点了咖喱。你们平时很少见面，忘记很合理啊。你看，不错啊，一家人开心幸福的样子。你没有发现我没有在照片里面吗？我还以为这些照片都是你拍的。我早去溜了。为什么啊？在他们一家人面前，更显得多余。大家尴尬又不自在，看还是算了，像以前一样，偶尔联络比较好。呀，你不要这么悲观嘛，至少你踏出第一步，慢慢来。嗨。哦，对了，丁律师、罗律师，明天回去法庭送一些文件，你们有什么东西要我送过去的吗？我没有，你呢？应该没有。你确定？没有。OK。OK。走远了还看？谁在看？表白了没有？文浩这种小鲜肉，我才没有兴趣。我有提到文浩吗？不打自招。不懂你在说什么？你还装？你看起来好像要把人家吃掉一样。这么明显吗？所以你承不承认你喜欢文浩？你这是有目的的问题导向，我有权利不回答你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你嘴巴上可以不承认，但行动上绝对不能迟钝，不然你的小鲜肉被小妹妹抢走了，到时你就只能吃成年辣。成年腊肉，我才不要。想吃什么？我们咖啡，拜拜。我们咖啡。咖啡呀！哇，很会选的。嗨，你怎么来啦？来接你一起吃晚餐了。不早说，我已经约了永恒了。杨振峰，丁永涵，终于见到本人了。恩琪常常提到你。是吗？那肯定是说了我的坏话。你有好话让我说吗？去吃你的晚餐吧。一起吧，你不介意对不对？当然不介意啊。可是我介意。你这种事情有是常态，我已经习惯了，会怪你的。去吧。OK，拜。
拜拜。单身狗。丁律师，你还没走啊？你今晚有没有空？哦，我林律师，你也想约我好吗？可是我们已经约了一起吃火锅耶。那我们一起去吃吧。我不是要约你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今晚会有一个超级月亮会出现，要关注一下。你嘴巴上可以不承认，但行动上绝对不能迟钝，不然你的小鲜肉被小妹妹抢走了，到时你就只能吃陈年腊肉。我们珍珍从小就很乖，很听话，也很孝顺。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。她忽然搬出去，不跟我联络，也不再理我。你说她搬出去住是什么时候？有1年半了，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后来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他了，却被那个叫阿宝的把我赶走，不让我进屋里见珍珍。你说，哪有不让妈妈见女儿的道理呀？你说阿宝，就是你女儿马慧珍的遗嘱受益人姚美宝。就是他，他说话又粗鲁又凶，手上都有纹身，我看他肯定是混黑社会的。我们珍珍一定被他威胁，不然就是被他骗，才会把全部的遗产交给他。所以你现在是希望推翻你女儿的遗嘱，拿回遗产？当然了，那是我们珍珍的血汗钱哪里可以给了一个不相干的外人呢？丁律师拜托你了，你冷静一点，我会尽力的。那是老人病，医生说是什么帕金森，每天都要吃很多药。丁律师，我老实跟你说，我现在很需要钱。珍珍的遗产虽然不是很多，但至少可以帮补我的医药费。我明白，可是你也是要知道，这类案子一般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，急不来的。我知道，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。我们需要在法庭发出遗嘱认证之前提出反对，阻止你女儿的遗嘱生效，同时也需要足够的反对理由和证据。这一方面，我需要花点时间做查证。谢谢你了，丁律师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，真的很谢谢你啊。我跟马慧珍的律师确认过，马慧珍是在精神状态良好的情况下立的遗嘱，立遗嘱的程序也没有问题。他连1毛钱都没有留给自己母亲，反而把钱全部给外人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王熙珍说过，他跟女儿的关系向来都很好，女儿出来工作以后都会定时给家用，直到他认识姚美宝，才突然跟母亲断绝联系。这么说来这个姚美宝肯定有问题。我却认为，一只手掌拍不响。如果他们母女真的感情深厚，那他女儿不会突然间搬出去住，也还不肯见到母亲。不管怎么样，一个单亲的母亲唯一的女儿死了，年纪又这么大，而且还有帕金森症，
又没有钱留给他，下来的生活可是凄凉哦。查案不能带有太多的个人情绪和主观看法，拜托你专业点。当然了，我当然专业，你放心。OK， 那依你的专业，你会从哪里开始查？那首先呢，我要查清楚马卫生跟杨美宝他们的关系是怎么样。为什么马卫生会把全部遗产留给杨美宝？我们要查出马慧珍是不是被某些人影响，在被欺骗或者被威胁的情况下立的遗嘱。如果是的话，我们要有足够的证据来推翻这个遗嘱。Yes, ma'am. 还有事吗？你知道吗？你今天一脸容光焕发，你肯定会走运。你什么时候变成算命师啊？那是因为我呀抽奖抽的200块的voucher，可以一起吃火锅，然后你1毛钱都不用出。你说你是不是走运啊？没关系的，哎，这个是集团式的，里面还有呢日本料理啦、潮州菜啦。如果有了男朋友，她就会知难而退了吧？如果我没有男朋友呢？找人假扮咯。今晚不行。今晚不行？我约了男朋友。你有男朋友？你是说文浩？什么时候开始的？我为什么不知道的？我们还是地下情，很多人不知道。你要帮我保密啊？当然。哎，办公室恋情哦，不要乱公开啊，要不然呢，很多问题，而且很容易很尴尬的。所以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我名花有主了，你应该明白了吧？放心，我笨而已，我不蠢的。你讲的那么明白，我还能不明白吗？明白就好。Hello， 文浩，假扮我男朋友，拜拜。好。你真的是丁律师的男朋友吗？是还是不是啊？是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进展如何？到什么程度了？就还不错。什么叫还不错啊？你是不是认真的？你还是玩玩的？不好意思，我洗一下杯子。有个 case 要你帮忙跟进，进来一下。过来。刚才林正斌问你话，他问你什么？他问我是不是你男朋友，你怎么回答？我没有否认，是你叫我假扮你男朋友的。然后呢？好
看我们在一起多久了，发展到什么程度。你没有露馅吧？应该没有，他看起来很紧张，应该是相信了。那就好。是你自己建议我这个方法的。你说如果我有男朋友，他就会知难而退。原来表链是安格林送的。所以我就说，我是不会喜欢他的，他都可以当我爸了。其实现在啊，忘年恋啊、父女恋啊，还是姐弟恋，已经很普遍了。年龄只是一个号码罢了。所以姐弟恋你 OK 啊 ？OK 啊。如果互相喜欢、互相有感觉的话，为什么不可以？你比较喜欢姐弟恋？我才没有这么说。总之，我觉得你不用想那么多啦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就去争取。现在已经没有分男追女或者是女追男了，追求自己的幸福最重要。没有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啊，文浩啊，你等一下有没有空啊？请你吃饭，谢谢你帮我个大忙。OK 啊。下一次我带你去一家甜品店，那里的选择很多，价钱也很高。原来你也喜欢吃甜品啊？大多数男生对甜品都没有兴趣，还是你女朋友喜欢？我哪有什么女朋友？是我朋友跟我说的。那间店现在在做促销。其实你的条件不错啊，为什么没有女朋友？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啊。而且你知道我现在赚多少？没车没房，应该没有女生会喜欢我吧？你这样想就不对了。现在的女性经济可以独立，思想也越来越独立，我们不会再想要靠男人了。真的吗？我还以为要有能力养家，有能力养得起另外一半，才可以考虑拍拖或者是结婚。你太保守了，现在可以撑起一头家的女人多的是。你不介意你的另外一半赚的比你少 ？OK 啊，如果他对我好，细心体贴又负责任，我是不介意的。你以后的另外一半一定很幸福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你思想独立，工作能力强，而且又长得那么漂亮，算是女性里面的精英了。跟你在一起一定很自由，也不会有什么压力。你真的这么认为？哦，像韩剧里面的女主角一样，有个性、有知性美，都是美貌与实力的兼并。你太夸张了，我怎么可能比得上那些女明星？不过可以再点。你平时没有工作，都在做些什么？我喜欢健身、游泳、骑脚车。这里也是我常骑脚车的路途之一。小心！今天他们有拍视频哎，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他们常常在这里拍短视频，每次都玩不一样的游戏。听说他们的平台上已经有60多万的 followers 了。这么厉害？嗨，要不要参加我们的比赛？赢了有奖金哦。不用了，谢谢。哎，游戏很简单的，谁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吃完盘子里的饼干，就给我的奖金100块钱。这么容易啊？也不是很容易哦。这个饼干里面有瓦萨比。没问题，我来。今天我想邀请女生来参加比赛，你应该也不好意思跟小妹妹比赛吧？大姐，你来试试看。大姐。我是说大姐姐。那这位是小姐姐嘛？要不要试试看啊？不用了，我没兴趣。大姐，你该不是怕输给我吧？我们试试看就知道了。预备，开始！加油啊，大姐姐，加油！小妹妹，加油！加
加油！小姐姐加油加油！大姐姐，目前进度旗鼓相当，大姐姐加油啊加油！小姐姐已经吃完第1块了，大姐姐已经吃完第1块了。他选择离开了他选的是他可能希望他能幸福啊。大姐姐已经最后1块了，加油加油！大姐姐已经吃完最后1口了，可以，恭喜大姐姐最后获得了奖金！哇，这是你的100块钱奖金，恭喜你！恭喜恭喜！如果他没选他，那会是真正的幸福。哎，好丑哎，快点删掉啦！怎么可以删掉？这么难得的画面，一定要留着做纪念啊！难得看到我丑的样子是吗？如果被别人看到，会被笑死的。我答应你，除了我们2个人之外，不会有第3个人知道。我不管，删掉，删掉，删掉，快点给我！快点删掉吧。你看你的脸，像不像一个小松鼠？很可爱啊。删掉啊！哇！哎，小心啊！你没事吗？没事。没事吧你？林正斌。哎，这么巧啊！你们在这边玩，我也刚好路过这里，你们 enjoy， 拜拜。是不是跟踪我？我干嘛要跟踪你啊？我像这么无聊吗？像。你要这么想，我也没办法。为什么跟踪我？什么时候开始跟的？对呀，为什么我要跟踪你啊？我都跟你说过，我真的刚好路过这里。OK， 那你为什么送我表链？这手表，我告诉过你啦。我的朋友开手表店，他有货，所以我帮你买啦。这个限量款的表链哪有这么容易找得到？我弟弟好不容易从一家钟表店问到，结果被另一个男人以2000块买走了。那个男人是不是你？怎么会是我呢？2000块，哎，我会这么笨吗？我只用500块就可以买到这个手表啦。你还装？那个男人还告诉店主，表链是要送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人。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？我的天啊！啊，原来你是以为我喜欢你？哎呀，当然不会啦，你想多了。你送我咖啡都是证据，要请我吃饭也是证据。以为文浩是我男朋友，还去盘问他，现在还跟踪我，这些都是证据。总之，不是你所想的那种。如果你不能证明你的清白，我们就终止合作关系。Hey, please don't do that. 如果你不能坦诚，我也不想跟不信任的人合作。以后不要再联络我了。我们走。哎，需要这么绝情吗？不如你就承认吧，现在父女恋也很正常啊。什么父女恋？她是我女儿啊！